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小青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万物有灵系列熊猫条纹背心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背心分为前片、后片、连接、衣领和袖边，先分别编织前后片，完成后将肩部和身体对应区域进行连接，接着挑领口编织衣领，最后挑袖口编织袖边。先来编织后片，分为下摆、身体、胸片、和领肩几个区域。采用上下针交替起针的方法，先来回往返编织下摆，之后的几个区域需要使用两种颜色，按照两行一次来回的方法往返编织。首先来认识一下图解，这里图解是这样的格子形式，图中的一个格子表示一针，对应编织时的一个线圈。这样的空白区域，有的是省略，有的是不需要编织。这里数每行针数时就数格子的数量，然后与棒针上的线圈数量对应。图解侧边的数字表示行数，箭头表示编织方向。图中右侧的行数表示在正面编织。图解从右往左观看。左侧行数表示在反面编织，图解从左往右观看。同时，反面要编织相反针法。这里图解仅供教学使用，大家以手里的实物为准。编织用到的针法比较多，图解都会进行相应标注，我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这款产品需要使用双股线编织，也就是将两根线合并成一根线来织。往后教程为了方便观看，使用一根棉线进行演示，并且颜色随机。后面教程里的一根线表示实际的两根线。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针的型号，可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起针编织下摆，采用一针下针、一针上针交替起针的方法。起针，然后来回往返编织单螺纹花样，也就是一针下针、一针上针交错的纹理。往下演示一下上下针交替起针后织单螺纹的方法。注意，视频主要演示方法，具体的针数以及行数大家参考图纸，可以先学习，之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参考图纸进行编织。请看演示。首先取出对应线材，将线打一个活结。没有特殊情况时，开始预留10厘米左右，方便后面藏线头。左手拿起一根棒针或环形针的一头，穿入线圈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一针。右手用握笔的姿势拿起另一根棒针或环形针的另一头，将线在右手的小拇指上绕一圈，无名指和中指轻轻压住线，这根线放在食指与中指之间。这个就是编织的基本姿势。如果是上下针交替起针，第一针起好后，这里有两种情况：
一种是第一针算作上针，另一种是第一针算作下针。这两种根据具体情况而定。我们通常情况是将第一针算作上针，第二针起下针，将右针放到线的上方，从上往下穿入左针的线圈，右手食指带线，绕线，将线挑出，套在左针上，线不要拉得太紧，不然后面不好挑针。第二针下针就起好了，可以看到线在下方。接着织上针的起针，将右针放到线的下方，从下往上穿过这两个线圈之间，注意这里是线圈之间的位置，不要穿过线圈，然后绕线，挑出，套在左针上。这是第三针，这一针作为上针，可以看到线在上方。继续织下针的起针，右针放到线的上方，穿入线圈之间，绕线，挑出，这是第四针，再织一针上针的起针，右针放到线的下方，穿入线圈之间，绕线，挑出，这是第五针，继续交替起下针和上针，线在上方就起下针。线在下方就起上针。起到需要的针数即可。另一种情况，将第一针算作下针，第二针就起上针。然后交替起下针和上针即可。这个就是上下针交替起针的方法。我们起针时，如果图纸上没有说明第一针算作上针还是下针，可以根据图解来确定。从左往右看图解，例如，我们这里左侧第一针是下针，起针的第一针就算作下针，第二针是上针，起针的第二针就起上针。
后面就是上下针交替。再例如这个图解，左侧第一针是下针，我们起的第一针就算作下针，第二针还是下针，就起一个下针，第三针是上针，就起一个上针，后面就是上下针交替。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起针后的纹理，靠后的都表示刚刚起的是上针，靠前的都表示刚刚起的是下针。我这里起针数较少，主要讲解方法。根据上方图解可以发现，起针完成后开始编织单螺纹花样，单螺纹整体上是一针下针和一针上针交替的纹理。先织第一行，第一行在正面编织，从右往左看图解，全部编织和图解相同的针法。注意，不同产品织片首尾几针的情况会有所不同，大家实际对照图解编织即可。如果首尾的情况和小样不同，大家可以先看我演示上下针的织法，再对照图解编织。小样图解第一针是一竖的符号，表示下针。编织时，右手拿起一根棒针或环形针的另一头，将线在右手小拇指上绕一圈，无名指和中指轻轻压住线，将线放在中指与食指之间。织下针前，线要放在右针的下方，也就是后方。然后将右针从左往右穿入第一个线圈。注意，不是两个线圈之间。绕线，挑出，同时放开左针的线圈，一个下针就织好了。第二针是一横的符号，表示上针。注意，上下针交替时要将线放到对应位置再织，因此织上针前，先将线放到前方，然后织上针，将右针从右往左穿入线圈，绕线，挑出，同时放开左针上的线圈，一个上针就织好了。第三针又是下针，织下针前都要先将线放到后方，然后从左往右穿入线圈，绕线，挑出，又一个下针完成。可以发现，下针织完后，对着自己的一面，下方会形成辫子形状的纹理。在另一面看，这里是这样的一根横线，第四针又是上针，线放到针的前方，从右往左穿入线圈，绕线，挑出，又一个上针就织好了。可以发现，上针织完后，对着自己的这一面，线圈下方是横线，从后面看，线圈下方则是辫子。继续交替织一个下针和一个上针，注意每次都要将线放到对应位置再织，也就是织下针前，先将线放到后方，织上针前，先将线放到前方。如果会看纹理，也可以根据纹理编织。靠前的线圈是下针，
靠后的线圈是上针，看到下针就织下针。看到上针就织上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继续将这一行织完。边缘一针，根据图解编织。现在小样第一行就织好了。如果大家不太会数行数，第一行织好后，可以在正面任意一个辫子上做一个标记，方便数行数。没有记号扣时，可以用别针或者回形针代替。同时也相当于在正面做了一个标记。接着织第二行，第二行在反面编织，从左往右看图解，需要编织和图解相反的针法，也就是下针符号织上针，上针符号织下针。小样图解开头是一个下针符号，我织一个上针。注意，织上针要将线放到针的前方再织。接着是一个上针符号，织一个下针。大家也可以根据纹理编织，看到下方是横线，也就是上针纹理，就织上针。看到下方是辫子，也就是下针纹理，就织下针。横线织上针，辫子织下针。继续对照纹理编织，将第二行织完。边缘一针，纹理可能不明显，对照图解编织即可。这样第二行就织好了。接着织第三行，同样可以根据下方纹理编织。边缘一针，如果纹理不清楚，对照图解编织。接着全部编织和下方纹理相同的针法，横线织上针，辫子织下针。继续将这一行织完。最后一针同样可以看图解编织。往后每一行，无论正反面，都可以根据下方纹理编织。看到下方是横线，就织上针；看到下方是辫子，就织下针。这个就是单螺纹的编织方法。小样这里织好了几行单螺纹，我们可以在正面数一下行数。记号扣这个线圈是起针形成的，我们从上方这个辫子开始往上数，一个辫子就是一行，这里是5个辫子。
再加上针上的线圈也算一行，因此我们这里总共织了6行。这个就是单螺纹数行数的方法。此时下摆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编织身体，这里需要编织拉针，并且使用2种颜色交替编织。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图解，图中出现了2种色块，一种色块表示一种颜色，这里与下摆同色块的位置表示使用下摆同色线编织，另一个色块换另一个颜色编织。为了方便区分，往后讲解过程中，我将第一个色块称为线1，另一个为线2。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拉针符号。这种类似拱门形状的符号就是拉针，并且这里一个完整的拉针占据了2行，也就是需要编织2行才完成一个拉针。这里拉针的第一行会有2种针法，有横线的，表示对应位置要织上针；没有横线的，表示要织下针。同时，这里第一行会出现这种只有拱形的符号，这是拉针的第2行。往后，拱形符号的位置都是拉针的第2行。出现这种符号的位置，就是表示按照拉针第2行的方法进行编织。这里理解拉针符号后，往下我们就开始正式编织。先来织第一行，这里我用这个小样做演示。这一行在织物正面编织，直接编织图解的针法即可。同时，这一行与下摆是同色的色块，则继续使用下摆的线材进行编织。开始先织一针下针，后面是拉针符号的第一行，这里有横线，表示要织上针。调左半针的线圈，织一针上针即可。往下是一个拱形符号，需要按照拉针第2行的织法编织。先织一针挂针，将线从下往上挂到右半针上，完成挂针。接着织一针滑针，右半针从下往上，将左半针的一针挑下不织，移到右半针上，完成滑针。这就是拉针第2行的编织方法。后面又是拉针的第1行，同样有横线，对应编织上针即可。注意，这里要将线从下往上绕上来，再编织。织完后，保证之前挂针的线圈仍然留在右半针上。往下又是拱形符号，同样编织拉针第2行，先织一针挂针，然后滑一针，完成第2行的织法。后面是拉针第1行，有横线就织上针。遇到拱形符号，编织拉针第2行，
分别织一针挂针和一针划针。后面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编织。这里最后一针织下针，此时第一行就完成了。接下来织第二行，这一行仍然在正面编织，需要使用线2，在上一行开头处编织。往下挑上一行第一针的线圈，先接线并织一针下针。后面是拉针的第二行，需要编织挂针和划针。往下是拉针第一行，没有横线，表示要编织下针。这里左半针有2个线圈，一个是挂针的线圈，一个是划针的线圈，需要同时挑2个线圈，织一针下针。完成后继续相邻式拉针第二行，编织挂针和划针。之后是拉针第一行，图解没有横线，需要编织下针。这里仍然挑挂针和划针的2个线圈，一起编织。这一行往后遇到拉针第二行，对应编织挂针和划针。遇到拉针第一行，挑对应的2个线圈编织下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编织。最后织一针下针。此时第2行完成，往下织第3行，翻转织物。这一行在织物反面编织，需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。如果大家分不清正反，可以用起针的线头辨别。线头在织物左侧的一面是织物的正面，反织则是反面。第一针图解是下针符号，相反针法编织上针。同时这里是线1色块，使用线1进行编织。
接着是拉针第一行，这里有横线，也就是上针，相反针法要编织下针。调左侧，拉针的2个线圈编织。完成后，往下是拉针第2行，编织挂针和滑针。后面拉针第1行，对应编织下针。往后，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编织。注意，拉针第1行都是挑对应的2个线圈一起入针编织。最后一针织上针。此时第3行完成，接着织第4行，使用线2编织，仍然在织物的反面编织。此时线头位于右手边，则直接拿起编织即可。先织一针上针，往下是拉针第2行，对应编织挂针和滑针。后面拉针第1行，图解是下针，相反针法编织上针。挑相邻拉针的2个线圈一起编织。后面拉针第2行，对应编织挂针和滑针。遇到拉针第1行，挑拉针的2个线圈织上针。往后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编织。最后一针织上针。此时第4行完成，继续织第5行，方法与第1行相同，直接参考图纸编织对应针法即可。开始先使用线1，织一针下针，后面挑拉针的2个线圈织上针。往下是拉针第2行，对应织挂针和滑针。后面继续参考图纸进行编织。最后一针织下针。此时第5行完成，接下来织第6行，使用线2编织。先织一针下针，后面是拉针第2行，织挂针与滑针。往下是拉针的第1行，挑2个线圈织下针。
后面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编织。最后一针织下针，此时第6行完成，往后按照第3到6行的方法循环往下编织。由于是2行一次来回，这里数行数时，一个辫子表示2行。当一侧同时有线1和线2时，表示2行一次循环结束。此时半针上的线圈也算作一个辫子。比如我小样这里循环结束，有3个辫子，表示织了6行。同时可以翻到反面看一下，辫子之间有3条这样的斜线。同样的，一条斜线表示2行。这里最后一行会出现这样的符号，这是拉针的第1行，并且如果下方对应的是拉针位置，则编织时按照拉针第1行的方法挑相邻拉针的2个线圈，对应编织上针或者下针即可。往后大家遇到同样的针法，都按这样的方法理解并编织。后面大家参考图纸，将身体区域编织完成。此时身体部分就讲解完了。接下来编织胸片部分，这里开始几行需要进行腋下收针，之后不加不减编织，仍然使用2种颜色，按照2行一次来回的方法循环编织。请看我演示。先织第1行，这一行不需要收针，开始几针参考图纸编织对应的上下针，注意遇到拉针的位置，挑对应的2个线圈进行编织。后面继续编织拉针相应的第1行以及拉针第2行，针法前面都有演示过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完成后织第2行，使用这一侧剩余的线进行编织。这一行其实几针需要收针，采用浮针收针的方法。先编织2针下针，然后左针挑起右针的第1针，盖过第2针的线圈，并挑下。此时收掉了1针，往下继续织1针下针，然后收掉1针。现在收掉了2针，后面继续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图纸需要的针数收完。我小样针数随意。遇到拉针的位置，挑2个线圈对应编织。收完对应的针数，此时右半针上还有一个线圈，这一针是收针后
左侧格子的线圈，也就是收针完成后的第一针位置。往下图解从左侧第二个格子开始，编织相应针法。织完最后一针，此时第二行就完成了。接下来编织第三行。使用第一行的颜色进行编织，方法与第一行相似。开始编织相应的上下针，之后编织对应拉针的第一行以及第二行。大家将其完成。完成后织第四行，方法与第二行相似。开始几针采用浮针收针的方法，将对应的针数收掉。由于这一行在反面编织，这里边织上针边收针，我演示几针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将对应针数收掉。完成后，同样右半针的线圈是收针后的第一针，也就是图解第一个格子的位置。往下编织，从第二个格子开始编织相应针法。织完最后一针，第四行就讲解完了。后面剩余行需要收针时，按照前四行的方法进行编织，具体针数参考图纸。遇到不加不减行时，参考身体的方法进行编织即可。此时胸片部分就讲解完了。下面编织领肩，这里领口位置需要收针。肩部最后几行需要留针引反，形成斜肩。请看我演示。开始先接着胸片的线头编织一侧领肩，这里领肩的第一行，参照图纸编织对应的针法。织完相应针数后，剩余暂不编织。为了编织方便，这里可以将剩余不编织的线圈移到一根半针上，或者进行修针。修针时，使用一根长线头，穿入缝针，然后将线圈从下往上依次调到线上即可。移到半针时也是同样的方法，从下往上调到半针上。
这样修针就完成了。往下继续编织第2到6行。这里第2行从右侧一端的线头往左继续编织，同样编织图解对应的针法即可。之后的3到6行，部分行需要在靠领口的一侧收针，也就是有修针的这一端。之后部分行不加不减编织，大家将其完成。这里第7行结尾需要留出几针不织，注意数针数时，拉针的位置2个线圈为1针，比如我小样这里留了4针。同时注意边缘1针，如果是拉针的第2行时，挂线的位置不要漏掉。同时这里这留出的针数暂不编织，可以先平移到1根半针上，之后继续编织右半针上的位置。往下的第8行领口一侧需要收针，之后参考图纸继续编织，将第7行的对应针数织完即可。注意第8行最后一针编织时，这里边缘有挂线的位置，编织记得挑下挂线的位置一起编织。后面的9到14行，继续按照之前的方法对应编织。部分行需要在结尾一侧留几针不织，留针时同样平移到半针上备用。最后一行时需要消行，把之前留针不织的位置一起编织，则往下我演示一下最后一行的方法。这里我用这个小样做演示，先挑半针上剩余的位置编织对应的上下针，之后挑之前留针不织的线圈位置编织对应的上下针。这样就完成了消行。肩部往一侧形成了倾斜的弧度，这就是留针引纺的方法。最后进行浮针收针，使用最后一行的颜色进行编织。方法与之前减针时浮针收针相同，编织边收针。最后还剩一个线圈，稍拉大，下方预留一点线头，断线，将线从线圈里面穿出，稍微拉紧。另一个线头预留长线头断线。
往下将线藏到后方，顺着纹理藏进去。大家可以多藏几针。另一个线头，按照同样的方法，顺着纹理藏进去即可。大家将其完成。此时这一侧领尖就讲解完了。接着重新接线，编织领口收针和另一侧肩部。先将线圈穿到环形针或者半针上，将线剪开。此时大家注意核对一下针数，同样拉针的位置，两个线圈为一针。之后将线抽掉，往下使用这一侧肩部第一行对应的颜色，然后浮针收掉几针。我想这里针数随意。之后参考图纸编织另一侧领尖即可。后面第二行时，在上一行第一针的位置打活结接线，并开始编织即可。之后部分行需要在靠领口的一侧收针，部分行需要在左侧留针引反编织。这里引反编织的方法都一样，先在左侧预留一定的针数，之后往返编织几行，然后继续重复同样的步骤。最后下行时是倒数第三行，两侧边缘编织对应的针法，中间编织相应的拉针第一行以及拉针第二行，对照图纸的针法直接编织即可。倒数第二行时继续编织相应的上下针和拉针，最后一行编织上下针即可。全部完成后进行浮针收针，然后断线并藏线就可以。大家将其完成。此时领尖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